喝茶。行，嘿，你是故意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！哎，对了，宁儿，最近你怎么没有提及那个李清风啊？如今他怎么样了？爹从前不是不让我提吗？我什么时候说不让你提了？我是告诉你要少提。哎呀，好好好，您别激动，这一激动肩都紧了，放松放松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办的那个慈善商会反响很大呀，众人是有口皆碑，交口称赞呐。我想，姓李的那小子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。那是罗掌柜，李清风只是赞叹了几句。在此件事上，爹爹对你都刮目相看，可李清风只是赞叹了几句，啊，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李清风也并非阿谀奉承之人啊。那你的意思，爹爹我是阿谀奉承之人了？爹，你为何对李清风有这么大意见？对，因为他胆敢拒绝你。爹爹我对他就是有怨气啊！这事爹怎么知道的？反正不是你七哥告诉我的。这么大个事儿，我哪知道，是吧，爹？爹，喝茶。常言说得好，知子莫如父。宁儿啊，你的脾气秉性，爹爹是最了解的。只要你认准的事儿，不管谁说什么，你都改变不了主意。但是，爹爹我要对你说的话，该说还是要说。既然姓李的他已经拒绝了你，我看你跟他就不要再纠缠了，以免跌了我们赵家的身份，也丢了你的颜面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我也给你交个实底儿，只要女儿你认准的人，纵然是爹爹我有万般的无奈，千万个不愿意，但是我也不会阻拦于你。但这可并不意味着我心甘情愿的让我这宝贝女儿去受那个委屈，所以我提议，抓紧时间找那姓李的推心置腹的谈一谈，让他趁早交个底儿，以免耽误了你的终身大事。宁儿这不也是一直在找机会吗？倘若他拒绝我2次，那我也便死了这条心；倘若他态度有所缓和，那我便乘胜追击，将爹的这桩心事了了，也算是做女儿的一片孝心。早该如此。看茶。我来。女儿看茶。女儿给我看的茶，喝起来那就是一个美。里边请。我日思夜想，总是想不明白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我来的时候说过，轻松的活本衙内擅长，然而从第一个公示开始，我就一直在做最不轻松的活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严重怀疑罗爷李清风在针对我。哎，你可别这么想啊！你想想看，即便如此，你还是都完成了，这就说明你还是有做总做头的天赋。那也是师傅教了。哎，我可没教你什么。你看看小洛，一直在帮你，也没见你感谢人家。我对小洛很好的，好吃的好玩的给师傅一份，同时也给小洛一份。你不信问他。那你就对他再好一点嘛。再好一点。小姐，他已经对我很好了。再说，我也没帮上他什么忙，那你以后也再多帮他一点嘛。
那就听师傅的。再好一点。设置了一些孩子们的玩物。这是一个，来喝水。谢谢。臭木头，什么可笑的？啊？你别偷了，跟我去干活。干活。庭院，这就是我们的整体想法。好。再往这边一点，小心啊！这边是滑梯再往这边一吗？点，可以啊看。起来好有趣啊！那是。如此漂亮的滑梯，你们没见过吧？这可是本衙内的主意啊！再弄一下，快！往这边来。我这边。好。怎么样，累不累？要不要喝水啊？清风，要不要喝水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对了，你们等会儿把那个秋千立在那儿。哎，我来试试这个滑梯是否坚固。哎，我不建议哦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个是给小孩造的，你坐上来不稳。谢谢啊。就是啊，这么大个头，凑什么热闹？这太新奇了，真是太新奇了！老夫平生见所未见呐。这你就孤陋寡闻了。本衙内7岁就见过，这些可都是本衙内的想法。孟衙内见多识广，老夫佩服。对了，李督廖，你们今天早晨把孩子的床从寝舍里搬出来，接下来是对寝舍有什么改造计划吗？寝舍不需要改造。不需要改造。都慢点啊！徐院长，小心啊！看看这些床。小心别磕着这个啊！慢点。哎，放。好。这是双层床。双层床。这便是李清风为了解决小鬼头们床位不够的办法。徐院长，咱们不妨把床搬进寝舍，看看效果吧。好，那就辛苦各位了。督廖，各位辛苦了。辛苦了。徐院长啊，你随便看看。好，看看。哎呀，徐院长，你大可放心，这都是我亲自监督、盯着做出来的，绝对安全。我放心，我们信得过诸位。爹，这有2个抽屉，是给孩子们放个人衣物用的吗？没错，想的真是太周到了。与之前一样，还是12个床铺，不过只占了6个床位。如果以后孩子增多，可以将床并在一起，这样就可以节省出更多的空间。但是如果孩子增多增加床位的话，就会影响空气流通的问题，所以不是万不得已，我建议还是不要增床位啊！不假了，已经够用了。李督廖才思过人，如此设计，真是惊吓了老夫啊，让老夫大开眼界呀。徐院长谬赞，在下也是从实际问题出发，才想出这些法子。如果能够真的帮您解决问题，晚生便心满意足了。啊，还有，抽屉是陈姑娘的创意。这2位督廖将真是慧心巧思，这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我们的难题，真是太感谢了。太好了，老夫代表全院的孩子们，感谢赵小姐，感谢2位督廖将，感谢诸位。徐院长，哎呀，徐院长，您这样子，我等晚辈真的万万受不起。是啊，你说老头怎么这么爱鞠躬啊？徐院长，您以后就把我们当做自己人，以后我们会经常来看望您，还有小鬼头们的。您如果每次都这么见外，您说我们以后哪还敢再来啊？对呀，徐院长不必放在心上，我们其实也没做什么，对吧？是啊，院长，您多年如一日做这样的事情，也不求回报，如此大义，日月可见。
所以我们这点微末之功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老夫当不起陈姑娘如此谬赞，此事是老夫苟活于世的全部意义，不敢奢求半点功德。抱歉各位，老夫失态了。各位对文然的恩情，老夫必当铭记在心。其实，家父之所以拿出全部积蓄，并不惜一切代价，甚至是付出下半生所有的光阴来开设这间慈幼院，是因为我爹他在赎罪。赎罪？12年前，我爹和我娘带着我和妹妹从家乡洪州逃难到临安谋生。我爹一个人带着我们娘仨走了半个多月，后来实在没办法，便瞒着我娘，将妹妹遗弃在了中途镇子上的一户人家的家门口。我娘思念成疾，来到临安不到半年，就病逝了。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，我爹知道，一旦选择放弃，就意味着永别。倘若命运是这样，那是逃也逃不掉的。可是，我爹在我娘病逝以后，始终迈不过这道坎儿，颓废了好些年。直到前些年，朝廷开设了慈幼局，我爹好像找到了活下去的方向一样，紧接着就开设了这家慈幼院，义务收养弃婴，并进行抚养。我爹说，这是他的赎罪之路。可是我知道，这是他的治愈之路，因为这些年，我看到了他跟孩子们相处下来的变化。我知道，他正在从泥潭中走出来。所以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陪在他身边，一直走下去。真没想到你们父女俩背后竟有这样的故事。放心吧，七彩，我已经成立了慈善商会，以后我会定期援助你们这样的民间慈幼院，你们这间是重点对象，但凡有任何问题，随时可以找我，我一定会帮助你们。对啊，还有我们木语院，我们所有人都会来帮助你们。没错，把我们当成自己人就对了。虽然徐院长是在赎罪，但他做的事情就是功德。以后有我们陪你们一起走下去。还有我，无论何时，我都是慈幼院的教头，我定会好好保护孩子们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遇到你们真的是我们的幸运，谢谢。老夫感激不尽。院长，你又来了。走啦！我真不明白，你们为何总喜欢在本衙内睡觉的时候议事啊？有什么可议的？这慈幼院的公事啊，刚刚忙完，本来想让大伙多休息几日的，但是此刻木语院的名声它不允许啊。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啊，便是想宣布我们木语院下一个公事。这么快啊？什么公事啊？诸位，这里便是我们要改建的房子了。小
小姐，这房子这么美，还需要改建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张员外，这房子足够精小，小到每板、门槛都可谓精雕细琢，断无改建的意义。您确定要改建这间房子？崭新，一定是刚刚降来的。您这让作为督料匠的我，将上一位督料匠的心血之作活生生的推倒，李某实在做不到。爹，哎，小福啊，又这么多人啊！嘿，付完钱了。你又要改我的房子？小福啊，这里没你的事儿啊。来，你先随我。实在是叨扰各位了，你们请回吧。这房子不用改了。啊。这位是我的女儿，她叫小福。少卿啊，你先带她到前厅等我。来，小福，我们先去前厅。不要，爹，你一次又一次要改建我的房子，耗费了那么多银子和精力，究竟是为什么呀？小福，爹有爹的想法，只是改个房子而已嘛，又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也许是为了风水，也许是为了雅观，你别总是多想。哥，小福，你还不信大哥吗？听话啊，我们去射箭，走，乖。小福真乖，走。张员外，你的女儿好像有点怪怪的。哎，莫元旭，不得无礼。张员外，如果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不妨直说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帮到你。我是不是活不久了？哎呀，你别瞎说，你活不了多久了。我能带你去打猎吗？那我问你，我身体并无不适，为什么爹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找郎中过来给我诊断？哎呀，我的傻妹妹，爹上了年纪，总是要经常找郎中回来看看身体，顺便也给你把把脉。我也看了呀，郎中说了，说我们兄妹俩身体都很好，能活到99呢。癔症，这癔症我也只是听说过，可是从未见过。令千金这癔症到底有何表现？跟这房子有什么关系啊？小福他平日里其实没有任何异样，只是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他吵嚷着要住天下最美的房子，不住自己的房子。为了这，我请了一波又一波的工匠改建他的房子。可尽管如此，这小福始终是不满意。他宁愿每天晚上住到假山之中啊，他也不肯踏进那房间半步。那别的房间呢？对啊，有没有尝试过让他住其他房间呢？所有的房间都试过了，甚至柴房，还有外面的客栈，哎呀，都没用。有看过大夫吗？请遍了，连安城除了御医，几乎都来过了。眼下呀，最紧急的不是要治他的癔症。你说小福这几个月来，他除了住假山，就是住凉亭。要是犯病了，性情大变，谁也不认，根本没法照顾他。你说我这做爹的真是心痛难忍。所以眼下只希望你们能够造出小福口中的那个最美的房子，也好让他能好好睡一觉。要不尝试一下蒙汗药？张员外，我们的职工长是习武之人，您莫要怪罪啊。至于你说的改造呢，既然现在的房子不是小福心中最美的房子，那么我想这最美的房子应该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华贵精巧，所以啊也不能乱改。要不我们内部需要商讨一下，再想想新的思路。这样吧，张员外，你把之前所有改建的草架图都拿来给我们看一下。对了，再把张小姐看每张草架图的反应都简单描述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分析和判断一下。李督料这个想法有道理啊！之前我们从未想过呀。好，
我和少卿今日就全部整理出来，送与诸位。好，那在下就先告辞了。哎，劳烦各位。唉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那房子比我娘的房子都好上不少，那医生丫头竟还不满意。孟夫人的住所确实已经很好了。小洛，你见过孟夫人的住所啊？我没有。我只不过跟小洛提到过。不管怎么说啊，此事确实稀罕。我原以为啊是可以狠狠赚这老员外一大笔，谁知道是这么一块难啃的骨头。的确难，本衙内也想不出什么头绪。李清风，你打算从何入手？只能等张公子将过往的草架图送来之后，才能确定下一步该如何行事。此事也只能如此了。走吧，各自休息吧。走吧。陈督亮。清风，来，张公子，放这边便好。来，看，李督料，全部的草架图已经在这里了。每个督料匠的习惯不一样，用纸张也都不一样。这2个卷筒里的草架图还算有特点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其他基本大同小异。哎呀，这其中不乏一些技艺十分精湛的手笔啊。张公子，想必改造这房子你花了不少银子吧？钱倒是无所谓，眼下，诸位只要能造出让小福睡得安稳的房子，我和我爹就安心了。罗掌柜说的不错，这些草架图当中不乏创意十足、精美绝伦的设计，但都不是张小姐心里最美的房子。所以我想知道，在张小姐的眼中，什么样才是最美的房子？这是作为一个督料匠的好奇心，故此公事定当尽力而为。不清楚啊。临安也算是声名显赫，有多少高官子弟排着队要娶你，有多少青年才俊要入赘我张府，他许谦凭什么？许谦有他自己的生意。生意？在街角卖果子蜜饯那也叫生意？我就是喜欢他。再说了，您不也是一贫如洗过来的吗？小福，你糊涂啊！就凭他许谦，他配得上你吗？他配得上我们张府吗？爹，我事事都依着你，您就不能依我一回吗？我依你还少吗？我让你学琴棋书画，你却跟着你哥整天去射箭打猎，你还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吗？那我最后不是还听您的每日练琴了，不是吗？你听我是天经地义的，我是你爹，你是我女儿，在张府一天，你就必须要听我的。这么说，是张员外不同意你家小姐和这个叫许谦的人交往吗？不仅我爹不同意，我也不同意。谈婚论嫁讲究是门当户对，他许谦想配我们张家，还不够格。门当户对，不知道这句门当户对，拆散了多少有缘人。张公子，韩姑娘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后来怎么了？你继续说。后来许谦带着小福私奔了，我爹知道后非常生气，便派我带人去追。许谦，给我站住！小福，快让马上
车停下！我有话对你说，小福。不要停，快！这，许仙，你把马车给我停下，要带小福去哪？这，你是跑不出大萧的，小福是不会嫁给你的。快！这，下，这。 小福，他们俩的马车翻了，那个许谦当场就死了，小福也是昏迷不醒。等小福醒来的时候，就得了癔症。白天里人还好好的，只是好像记忆里没有许谦这个人了。可到了晚上，便开始胡言乱语，发疯了一般，谁的话都听不进去，还要住天下最美的房子。虽然这个许谦当场就死了，可我对他还是恨之入骨。如果没有他，小福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门当户对真的这么重要吗？陈姑娘也许不明白，我爹用尽一生，从一穷二白，到家财万贯，可到头来，还是因为自己只是一个商人而低人一等。他从小就希望我和小福可以改变家族的血统，只有这样，我和小福还有我们的后代，才可以挺起腰板去做人，受别人的尊重。我爹这一辈子的心血，就希望可以找一个当官的女婿，最不济也要跟我们门当户对。他这么做有错吗？没错没错，张公子说的我们都明白。不如我们今日便……商人为何不能挺直腰杆做人？只要有自己的本事养活自己，养活家人，有自己的理想，自己的原则，维持基本道义，恪守基本底线，他就可以堂堂正正的挺直腰杆。没错，商人也有达则兼善天下之义士，高官也有丧尽天良之住处。这低人一等的看似是身份，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本性。二位姑娘应该涉世不深，才会说出如此幼稚的话。你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现实有多残酷。你是商人，即便你再成功，也不会有人真的看得起你。即便是在朋友之中，你也是最卑微的那一个。我爹只是想改变家族血统，他没有错。饿着肚子的想吃饱饭，吃饱饭的想穿上锦衣华服，身穿锦衣华服的人想要有更多的银子，有了银子之后，便像令尊一般，想要改变血统，入仕为官。进了官场之后，想要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。这些本没有错，这是人的本性。但是欲壑难填，无穷无尽，在追逐欲望的道路上，如果伤害至亲至爱之人，便一定要停下来想一想，是欲望重要，还是至亲至爱之人更为重要？张公子，你也别误会，我等其实并不是想驳斥于你，我们只是想让你站在令妹的角度上，设身处地的想一想，这样或许能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令妹的内心，对她病情有帮助啊。诸位说的也都在理，容我回去和家父多交流一下，毕竟眼下小妹的病最重要。那么李度亮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既然已经了解事情全部原委，在下定当试试，看看能否造出令妹心中最美的房子。如此甚好，多谢李度亮。张公子，我来送你。哟，赵小姐，这是？这是咱们下一间公司的雇主。张公子，这位赵玉宁赵小姐便是我们沐雨院的东家。赵一宁，可是赵贤老爷家的千金。你与我父亲有生意上的来往？目前并没有，不过令尊与在下的父亲算是相识。正好我与罗掌柜有一些公事上的预算要交代，既然是东家，不妨一起。罗掌柜谈生意我从来不管，你们聊便好。赵小姐，既然都是生意人，不妨给在下一个薄面，我们聊聊，也算交个朋友。也好。
谢谢。请。来，赵小姐，请。我跟你不熟，便不与你喝了。张公子，赵小姐便是这般性格直爽之人，才与那些庸庸碌碌之辈啊大有不同。来，我与你喝。张公子，这份预算，您看过没有？我看过最后的尾数，没有问题。张公子果然是性情直爽之人呐，与赵小姐一般，人中龙凤啊！赵小姐，不知沐雨院来我府上做工的时候，你是否会一同前来？李清风去，我便去。这是何意啊？自然是我喜欢他。恕我直言，罗掌柜也不要见怪。这李都料跟赵家千金在一起，是否有点不太合适啊？不太门当户对吧？我赵一宁需要门当户对吗？你似乎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吧？没有，没有。最好没有。来，喝酒，喝酒。张家小姐闺房的改造，我们就此接下了。老罗，韩姑娘，你们去查一下许谦生前的情况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，所以务必要仔细一些。好，此事就交给我们吧。衙内，说吧，这次总不会再让本衙内搬石头挖地了吧？你去找一位对议政有所了解的大夫，再去探一下张家小姐的病情。小洛，你跟着一起去，姑娘家仔细一点。记住，你们要多与大夫沟通交流，看能否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。好，倒是够轻松，只是没什么难度。张家员外说过，他寻遍临安所有名医，所以你要再找大夫，一定要找对议政有所了解、精于议政的，并不容易。怎么不容易啊？我直接去找公子。不如我们现在抓紧时间，立刻就走。韩姑娘，我们也走吧。金凤，我们走了。那我呢？你暂时没有安排，留在院里即可。哼。你不是不愿意和我一起做工吗？我是不愿意一起啊，可是你也不见得就愿意走啊，不是吗？或者你也可以让赵小姐再给你搭建一处沐雨阁别院，她肯定没意见。我们之间的事，就不用扯上赵小姐了吧？哼，你是听不得我说她不好吧？我才不会，不好的人又不是她。那你听得我说何公子的不是吗？哼，我随便，你尽管说。词穷了，我还可以友情的帮你翻阅典籍，说吧。耽误公事，无趣。免得让别人误会。你又不是其他女子，你说的好小洛啊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要求你帮忙。什么事？一会儿路过我家，你随我回去一趟。
回家。唉，明日便是我娘寿辰，咱们开工，我怕是无法回府。趁着今日时间空余，你随我回去打个照面便好。可是夫人寿辰，我便不要去了吧？嗨，你若不去，我娘生我3天也要问出你到底在哪。算是帮公子一把啊！啊！愣着干什么？走！走啦！小心台阶啊！来，您拿好，3文钱，谢谢。欢迎下次光临。老板，哎，您说这蜜饯怎么卖的？蜜饯3文钱1斤啊。哟，比以前贵了。哎，客官，我这小铺子可从来没涨过价啊。不对啊，以前许老板在这儿的时候才2文啊。许老板？哦，你说他呀？那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这一直都卖3文。不过您2位要是买的多的话，我倒是可以给您算5文钱2斤。你这老板倒是个敞亮人。我打听了打听，怎么好久没见着许老板了？哎呦，这许老板呐，恐怕你永远也见不到喽。许老板这是离开临安城啊？何止是离开临安的，他呀都离开人间，驾鹤西去了。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啊？我若是不租这铺子，东家告知于我，我都不知道。此事乃是万分机密。说来有趣啊，老板，不妨再多讲讲。不是刚说完吗？万分机密。我买20斤。这许老板呐，和张员外的千金私奔，摔死了。啊？哟，客官，收收您的相，别再把我这地板给砸坏了。不过呀，您这经验很正常。我当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也不信。这许谦到底是何德何能啊？竟然能得到张家千金的青睐？你可说呢，我还纳闷呢。你说这事儿如果换作是我，他看上我了，我可不跟他去私奔。我就是在那张府门前跪上3年，我也要他跪在我炕头上来。不过话是这么说，人家张家哪是我这种人能高攀得起的呀？这不就是你非得爬那高树，掉下来摔了腚，也怪自己活该吗？哎，老板高见，这人生活得通透啊。那我再好奇问一问，这许倩还有些什么事儿？没了，没了啊？走！哎，不是，那这果子呢？不买了？你就这么个破故事，可不值20斤。那你还想听点啥呀？这许仙年龄几何，家住哪里，身高多少，你这一问3不知啊！我这好奇心都被你勾起来了，你又满足不了，那没办法了，你这果子就是再好吃，我也不觉得甜。哎，别，我倒是还知道一点，许谦和许人我也不清楚，但是啊，他跟咱们年龄差不多，个子高高大大，家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他租了个院子，那院子的房东跟我这个东家是一个人。听说呀，他每每和那个张家小姐幽会，就是在那里。幽会？